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1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关键信号已经出现，特斯拉仿包阳线是下周行情的启动点吗？HOOD 收出假阳线，诱多陷阱还是入场时机？这里会是低点吗？美股横盘一周，多空平衡即将打破，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分析，看懂目前指数方向，我们更能够明辨接下来个股的方向选择会更多的是往多还是往空，而后去决定我们的一个操作方向。在讲完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将是个股解析。阿哲同样会讲到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HOD、Circle、PLTR、Coin、TR、科位、苹果、FIG、阿斯麦、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订阅同学，也可以把您手中的个股需要阿哲分析的写在本期视频的评论区底下。那么阿哲在下周2的视频当中，会在第3部分进行一个修改和添加您手中的个股。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有一个温馨提醒，就是视频的内容一般会偏多，涉及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阿哲呢会偏长一些。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只股票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把每只股票的时间段落都分清楚了。所以您点击视频底下这一个三角形的按钮，那么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首先观看您最想要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但是第一部分尽可能不要跳过，因为指数环境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本期视频的一个部分。我们在上周6的周复盘观点当中有讲到，这根大阴线下跌有很大概率是一个变盘低点。那么本周呢，虽然没有再创新低，也确实走出反弹，但市场的结构依旧在这根大阴线之中。那么也就是说，它还保持了一个大跌之后的修复的反弹。而目前它依旧也只能算是一个反弹，因为整体的市场它还没有去突破上方的一个阴线高点。我们曾说过，这一根 K 线和后续的 K 线构成了一个晕线的架构啊，类似于身怀六甲。那么这种情况，股价只有在往上去选择突破它的高点，亦或者是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才会选择下一个方向，是继续往下调整，还是往上进攻去创出新高。而如果价格一直在这一个阴线当中去运行，那么它就类似于一个大跌之后的一个反弹震荡行情，这是属于一种无方向、相对趋势不明显的一个结构。而在这种结构当中，你会发现最近的个股分化就比较严重，所以操作难度就变大了。在走出这根大阴线的区间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只能以短线为主，在波段上的方向等待它的继续选择。而我们在上期视频也讲过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决策的假阴线。当市场出现一根上涨但是是收阴的 K 线，它是一根假阴线。如果当天又有明显放量，那么这种 K 线呢，在短线方向上会给我们一些短线的提醒。当市场出现决策假阴，我们可以用它的实体的上下沿，也就是它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做一个区间。当区间下沿被有效跌破时，股价短线呢，我们可以看个调整。而反之，如果区间的上下沿它的开盘收盘后续是被向上突破的，那么站稳的，那么这种行情走势，我们更多短线依旧看涨。包括这一根放量假阴线突破它的上沿，我们依旧短线看涨。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一根决策假阴线，我们上期有讲多，它的开盘收盘区间不能被跌破，而想要维持上涨，它得要去突破它的一个开盘价格。而我们看到周四的 K 线，它选择收盘价跌破。那跌破之后呢，阿哲在盘前广播当中有提醒到可以去减仓，直到它再次站上这个开盘价之上收出阳线，我们再重新的在区间震荡之内去看涨。在周五的时候，因为消息面的变化，出现了再次的低开高走，这种阳线一般是看涨的信号。不过目前没有站在决策假阴线的开盘价之上所以目前只能说是下跌破位之后的一个反弹不能说它就一定短线会恢复上涨。直到我们收盘价重新站在决策假阴线的开盘之上实体之上，我们认为短线再次回归上涨。那么在这里呢，方向还是相对有点
偏向下的。那么以上呢是对于前期的视频观点做了一个简单的复习，而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做周线的复阴线。那么价格走势在日线上的图表中，你可以用 K 线去分析，那么周线上同样如此，甚至呢同样的分析方案在周线上，因为时间周期的抬高，所以稳定性呢也会相对的变大，而它的重要性也会有所提高。那么所谓的副线其实就是乌云盖顶的组合。当市场出现了一根上涨的阳线，而后再紧跟的出现一根下跌的阴线，下跌阴线它是有创出新高，并且最后它的实体收盘价是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甚至是全部。那么这种构造是一个上涨当中冲高回落的表现，它是乌云盖顶，也可以称为副线。在左边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一个周线图表。那么图表当中，阿哲把产生副线乌云盖顶的 K 线做了一个简单标记。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它出现的这根阴线就是副线冲高回落啊，甚至把阳线整根周 K 线都吞掉了。所以这根 K 线产生之后啊，整体的市场就有机会从短线的多方转为短线的空方。当然，这种 K 线在之前的上涨当中，它其实也不是说首次出现啊，之前这里也出现了啊，之前这里也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乌云盖顶，它有时候呢代表是风险，小心后续的调整啊，但有时候呢它不影响上涨。所以乌云盖顶那里产生的时候，你就要去分辨一下它的市场含义究竟是出货还是砸盘。而我们曾经讲过，它的操盘策略当中，你一旦遇到它，你只要手中有利润，那不管你是出货还是砸盘，你都可以相对应做出减仓和卖出动作。所以股价的一个整体上涨走势之后，出现这种 K 线，你做减仓行为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一种相对降低市场风险、规避市场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的行为。而在减了仓之后，我们就需要去明辨了，后续市场什么情况下它不是风险，而再次回归上涨，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进场去加仓。而什么情况下我需要持续的减仓？那你要关注的就是复线后的第二根 K 线。那么它的下一根 K 线则称为 XK 线啊，也可以称为关键 K 线。那么关键 K 线它的高点如果能被收盘价再次的给突破，那么说明下跌的风险那么有所被抵消。那么也可以说呢，它的反弹将会开始，会延续，甚至会反转。所以 XK 线的高点被突破时，确定啊市场要有止跌继续反弹的动作，而后续把大阴线副线的高点给突破，那么你可以更加明确啊，这个地方它就是一种砸盘行为，这里将回归上涨。所以你会看到前期的这两个副线，它的整体表现为什么后续是上涨的呢？因为它的副线后的 X 高点呢是很快被突破的，并且这根阴线的高点也是被突破的，所以这种副线呢只是上涨当中的途中洗盘，包括这一根副线是吧？它的高点也是很快被突破，它的第二根的 X 也是很快被突破，所以都只是上涨中的洗盘。那么像前期这个地方的副线啊出现之后呢，第二周直接接着大跌，它的高点没有再被突破，它的低点又继续被跌破，所以 X 的高点如果能被收盘突破，至少说明目前是有机会反转的。而这里如果是压力，或者说不能突破，而继续把它的低点给打破，这应该作为持续减仓的一个信号。我们再看到这个副线啊，副线产生之后呢，它的低点是没有破的，而 X 的高点后续是被打破的，那么甚至副线的高点后续也被打破啊，所以从周 K 线的结构来讲，这种呢就是慢慢的由下跌转为了上涨的多头。而前期这里呢就是高位形成的副线，而后风险的持续的引发，持续的产生调整，那么持续的多方就应该去减仓。后续的上涨当中出现两个副线啊，就是整体呢是被验证为只是砸盘，我们应该持续的。我们在初步减仓之后，后续可以再次的跟进。那么当下所出现的周 K 线的副线，第二根是 X， 那么 X 呢是一个假阳线，那么 X 呢是一根止跌的阳线、十日星等等。那么我们认为还不错，有可能这里是一个砸盘，它至少比第二根 XK 线为大阴线会好很多。所以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下周能够收阳线站在它之上，我们可以再次初步恢复看涨。把阴线的高点给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它纯粹就是一个砸盘，我们继续加仓，继续波段看涨。反之 X 的低点在下周如果周 K 线阴线收破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风险信号，我们要小心它的调整延续。那么在波段的角度，中长线投资者也一样要继续执行减仓的操作。所以这是关于指数的分析，整体的环境。而假如副线出现了继续的调整破位，那么整体仓位其实都得要持续的降低，而不跌破 X 的低点之前呢，我们等待
方向性选择向上，而后再重新加仓。而在震荡行情当中，我们可能更多把握个股的分化走势，去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所以以上呢是对于周 K 线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复盘，和下周我们关注周线收盘是否会走出方向。那么希望这一部分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小节，刚才所讲的是周线，而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日线上。日线上它的短线撑压，在周一的时候要关注哪些价位？这是我们每期的视频、盘前广播、盘前视频都会去讲到的一个点位。后续的个股解析，阿哲也会给到周一每只股票短线支撑和压力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去分辨短线的多空。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阿哲的每天盘前所给到的盘前广播。您只要是粉丝订阅同学，你呢就能够每天都能够看得到，只要是美股开盘，阿哲就会更新，就会去写。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也可以现在点一个订阅，因为订阅之后，您去找到助教老师，您未来的1个月时间内您就可以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了。盘前广播，阿哲一般会讲到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指数的一些分析。17号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它在时间的一个角度上呢是一种美股的变盘时间，所以阿哲昨天有提到如果今天为一个长下影线、低开高走阳线、10日线等等，就容易成为变盘低点。而昨天是一根低开高走的阳线，所以在本周的周五呢，容易产生一个低点。当然，这个低点呢是反弹低点还是反转低点，我们需要继续去跟踪。如果在周五之后，我们在下周出现的收盘价能够过周线的负阴线，如果在周五的变盘低点之后，下周周线收盘能够构成周线负阴线为砸盘的信号，那么这个低点将容易产生的是一个更大级别的一个变盘低点。反之，如果周线负阴线它的高点依旧不能够确定突破，那么这个低点大概率就是一个小低点，反弹低点而已。不过从整体的波段投资以上级别的仓位来讲，指数目前的环境还是在运线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管住手，最多呢做一下短线，但千万不要过多的在这里去先提前下注，因为阿哲知道有些同学已经开始做空了，这个呢可能会相对偏激进一点，因为目前的市场还没有完全表现出要继续下跌的走势，依旧是下跌大跌后的一种修复行为。下方呢，我们再看到是有关于个股的解析短线和波段上，阿哲呢每天也会去跟踪他们的趋势，当然标的比较多，阿哲呢每只个股可能相对于视频的详细解析来讲，盘前的广播信息当中写的会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一般呢您可以配合视频去进行跟踪去关注。而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关键点位了，一般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它的使用技巧也很简单，关注日线的收盘价。在当天阿哲盘前所给到的一个价位之后，您看一下当天所定的收盘价，如果收盘能够高于这个价格高点压力之上，说明短线突破了压力，那么多方是强势的，那么阿哲一般会在 K 线底下标记一个绿色的灯，那么这种绿灯表示短线依旧维持看涨，风险呢是不大的。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那么空方开始发力，那么这个时候短线就要小心转空的一个信号了。所以一旦出现红灯，那不管如何，我们将绿灯买进的筹码相对应开始谨慎防范，开始有所获利兑现，直到再次转为绿灯，再次的恢复看涨。所以以此呢，我们去建立了一个红绿灯短线观察市场的一个环境。在最近的行情走势当中，那么你会发现它保持的是一个绿灯之后没有红灯的产生，那么短线上呢，目前我们认为还是多方有所优势。像前期这种行情，只要连续出现绿灯，或者说在绿灯之后它不立马出现红灯，或者说在绿灯之后，它在红灯之前，我们整体呢就还是以看多为主，用红绿灯去观察市场，更多的就想要把握到一些连续绿灯产生的多头行情，以及呢可能做空的时候，我们要去把握连续红灯的一些空方行情。目前呢就是绿灯之后没红灯那么整体市场我们依旧看多为主。那么直到市场出现红灯，我们再次小心它可能要走出另外的方向。所以当下呢就是一个大跌行情之后短线偏多的反弹修复行情，而这种反弹修复能不能持续走出周线的砸盘判定，走出日线的运线上破，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一个行情走势。在这之中没有明确方向之前，我们关注个股行情，当然仓位上也不要去提高太多，整体以后续关注空方信号减仓为主，否则可能多方我们更多是等到周线的高点被突破，亦或者是大阴线高点被突破，再去慢慢的进而提高波段仓位。而在这2个信号出现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降低仓位去找红灯减仓为主。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周一的点位，那周一呢预测的高点是22,877.67，低点支撑呢是22,538.31。如果在下周周一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那么就会转为红灯，那么将又是一个短线的离场，或者说再次的是波段减仓的一个信号。反之，如果收盘价在这两者之中，亦或者是收在了预测高点之上，就保持无灯和绿灯状态，那么就还是多方的领地。那么短线呢，我们就依旧看反弹的延续，看市场是否能由反弹转向反转。那么这个点位阿哲是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写在广播当中的，所以这一个观察市场方式阿哲也比较看重，那每天基本都会更新。如果您也想要每天观察到这些关键点位的话，那么也记得一定切记要点上您的订阅，那成为粉丝订阅同学。而后怎么去找到助教来领取这个权益呢？很简单，您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阿哲呢去亲自发布的一条置顶评论，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当然，如果您觉得点评论区有点繁琐的话，也可以看到右上角视频当中有一个感叹号，这个地方呢，你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找到助教之后不要什么都不说，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文字作为领取的口令，让他知道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您需要粉丝订阅福利。后续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在美股开盘之前拿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啦。那也希望这条盘前广播对新订阅同学能够有些许帮助。当然，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一般会有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广播和解析，那这一部分是阿哲的一些盘前观点，比视频呢会更加及时，并且会更加稳定的更新，这是第一个福利。那第二个福利呢是针对如果您是比较有时间、有空闲时间，能够自主学习，想要掌握更多进阶的技术分析，想要提升自己交易水平的同学，您可能更加适合第二重福利。第二重福利呢是一些进阶的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会每周根据当前最新市场去进行排课，去安排呢更加实战的一些内容。像我们在本周将会讲到是多空重构之下市场震荡如何保卫利润，如何去把握后续的市场方向。我们会讲到多空套利的低吸反转高抛模型，以及这3者之中的万能交易模板，以及这3者之后我们所要去学到的万能交易模型。那么这4节课程在10月21号开始，也就是下周的周2开始，直到周5结束，会有4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进行一个开放。所以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记得找到助教之后，也可以同步去报名参与这4节的课程。希望这些内容能够提升您的交易水平和技术分析能力。那么感谢您首次见面就订阅了阿哲。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个分析之后，掌定了一些策略。在环境没有改变之前，我们就照着这一个观察方式去跟踪指数方向。而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是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行情走势最近呢依旧保持震荡，在一个小上浪加速之后，市场整体的方向性是变得有点停顿。因为在一轮强烈的加速之后，市场陷入停顿是很正常的。你看左边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下跌，它也不是单边一路下跌，它跌多了总会反弹，跌多总会有反弹。那么目前涨多了总会回调，不也是正常的现象吗？像之前这一波下跌后的强势的反弹后，它不也展开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结构，而后才再次拉升的。所以目前就是一波加速之后的再次调整。所以这个时候显得没有太多有利可图的行情也是很正常。而当下我们就在这种股价运作当中，它是会再次产生加速行情，还是说会维持调整还未启动，我们这要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会涉及到我们究竟是继续的减仓呢，还是在某些点位上去加仓的一个问题。而在上周周五，市场在走出了低开高走阳线的时候，特斯拉好像短线上有点强于市场，开始呢走出反包阳线，虽然还没有脱离一个大阴区间，但开始短线上有所恢复强势。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开始要去再次投入关注的眼光，它能否在这里调整结束，再次产生行情。从空间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股价目前还是在 439.6 以及 419.99 这个区间之内在震荡徘徊。上周五哪怕出现了一个反包阳线，但整体区间还是没有站上我们左边的这个小高点，也就是 439.60。所以当下呢这个压力依旧没有有效突破，前期呢突破一下就回来了。所以当下你要关注一下能否站上，还是说依旧是压力再次会回落。当
再跌破419啊，或者说再跌破420的区间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看到下跌空间，就是缺口那边的回补。所以最好这里不要再回落，再跌破420，那么就说明它的调整还没结束，还要继续往下运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啊，上周周五它出现了一个仿包的阳线，而后是放量的，量能释放呢还 OK 啊，比我们整体前面4个交易日的量都是略微放大。好，所以这种情况下，市场它没有完全的仿包，因为真正的一个可靠的仿包阳线应该是收盘价大于昨天的阴线的最高点，不过它没有。如果它是仿包完全的话，它就会构成一个防守阴线后的突破，那么这个时候构成一个买点。当下也能算是买点，只是相对信号不如完全仿包强，它重新站上了一个飘带的上沿指示带，说明趋势依旧是波段看涨。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特斯拉的一个买点，最好是能够重新站回飘带，而它目前已经站上，所以这个点位呢，阿哲认为你可以作为进一步波段看涨的一个买点，并且它是一个绿灯啊，所以重新呢由红灯转绿灯，那么这里可以构成一个买点。在前面市场大跌之后，我们是不是说过这里是红灯转绿灯？它因为是指飘带，所以红灯转绿灯可以构成买点。那么这里呢又是红灯转绿灯，所以这两个啊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波段的看涨点。假如在下周又收阴线跌破飘带，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重新的减仓，开始要进行一个防范，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个节点呢，它说明是一个波段的多空的均衡点。如果它能维持飘在之上，那么继续看涨，后续甚至在等回调的买入时机就行。而假如它这里再次收阴有效跌破，那么飘带的跌破将容易引发我们由多转空，所以这个地方的特斯拉还是要关注好的，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加仓和继续减仓的一个动作。我们看一下飘带的下沿是多少，下周飘带的下沿它是431.62啊，这作为波段的买入的防守，这里再跌破，我们仓位要减了。而在此之前，以买入加仓看涨为主，因为它这里有可能是波段的回调低点。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绿灯判断，下周周一的关键点位低点支撑431.455，而高点的压力449.31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HMS， 我们上期说过啊，它这个股票的股性实在有点恶心，然后很多同学呢也放弃去做了。那么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讲过？左侧的投资者可能去买它会好一点，就是下跌时去找日内的低吸点，或者说呢去左侧买在下跌位置，或者说下跌加仓，可能会更适合这个股票的股性。但如果买右侧的话，一旦出现明显的启动阳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多时候都没有多少上涨空间了，甚至呢会有追高的嫌疑啊。所以这根大阳线出现之后，我们说最好找回调买点，而不是去追涨买进。HMS它真的对于追涨买入以及右侧买点的同学不是很友好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后发现啊，确实不太友好它的股性。但是当下是否还看涨呢？依旧还是看涨的，因为从趋势飘带为止带以及170天线依旧维持上行，我们依旧认为这里呢处于一个可能比较大的震荡区间，但是170附近呢还是可以算是低位。所以最近2天的下跌来到170附近，那么在这里出现任何的止跌信号，我们依旧和前期这里是一样的，还是以波段看涨去做。当然，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等待它的明确止跌信号会好一点，比如说一根长下影线，或者说是170附近的一些低开高走的阳线。而我们再看到这个区间的破位现象区间破位，我们说等2天正常来讲破位第1天、第2天前期的一个股价走势。在破位之后2天 K 线后，基本上就形成了左侧的买点。那目前它破位的第1天，也就是说下周一如果回踩170，同时有止跌 K 线，作为左侧来讲，其实也可以作为激进性的买点。当然要看一下日内最好有止跌结构。而后从成交量的角度，你也可以看到它底下呢出现了明显的放量，这个量能属于阶段的一个天量了。上次下跌暴跌的量能是吧？这个地方也是放出了一个大量，所以像这种短线出现暴跌而后出现大量，它的大级别趋势只要没有明显的破位之前，那么这种结构之后我们可以寻找一些买点，或者寻找呢趋势未破一些关键支撑附近的一些交易点位。那么关于交易的点位呢，我们再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 HMS。它除了是跌破那个区间的第一根 K 线，它也是跌破我们这一个飘带的第一根 K 线。我们说破位飘带的
第二根为变盘 K 线，所以下周一也是呢收在飘带之下的第二根 K 线。两根 K 线里面选择最低的那根 K 线作为关键的低点支撑，而放量下跌之后，下一根 K 线大概率是一个缩量行为。这种缩的量能越低最好低于1半的这种量能会更好。所以下周一如果是一根缩倍量的小 K 线，那么更能够确定 HMS 它有可能又是一个左侧的低吸点。目前170的一个价格呢是在 47.418所以这里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位置附近产生的止跌 K 线。我们看一下预测值，目前在周一的时候，周一的低点支撑 45.765， 高点的压力是 53.6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的一个股价运动还是跟指数差不多甚至呢比指数弱一点点，因为它的止线破位之后没能够去突破止线的上沿，一根大阴线后价格呢是一个内部的震荡结构 587.88 作为一个小小的支撑，目前没有去有效跌破。如果跌破，我们说下一个支撑呢要看到 507.87， 目前还没有，整体跟指数一样是一个震荡，方向不明确，它的买点也还没有。我们是不是说过它的买点是哪一根？是这一根阴线的高点被收阳线突破的时候作为买点，目前没有买点，没有阳线所以要等待它的一个收阳确定会好一点，否则这里的压力就还存在，有压力，如果往下去跌破它的低点就更大概率要延续下跌了。那为什么是这根阳线呢？我们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图表，那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这一根 K 线是10月10号，这根 K 线呢是跌破飘带的两根 K 线。我们说跌破飘带，第二根 K 线容易出现变盘点，而且大概率是变盘低点，所以当时这里呢出现止跌反弹，但反弹当中这种低点能不能延续，我们说这个高点最好能够被突破，而当下没有被突破。它维持不突破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呢出现有效的破位。这里呢后续的低点再被跌破，就有可能是一个由多方波段转为空方波段，而后再次引发延续波段下跌的一个可能。所以会不会出现波段下跌？会不会出现波段上涨转为一个升幅的调整？我们关注它这根 K 线能不能够收阳站上，以及上方的飘带是否会产生强大的一个压力。如果能够突破它的高点，而后飘带没有产生强压，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还是处于波段的上行当中，这里只是一个相对的砸盘行为。那波段的一个区间压力是在哪里呢？目前它的下沿 623.794作为一个压力，当然这里还没有买点，所以这个压力呢作为空方关注的点。像目前你看到它是一个绿灯之后转红灯，结合飘带构成顶分型，这里其实有点偏空。如果收一根阴线下跌，这个地方甚至呢是 APP 的一个做空点，跌破它之后，做空者呢甚至可以加仓。当然这是一个顺势阶段，被确定转为空方飘带之后你可以去进行操作。而目前的市场因为还没有明确选择偏空所以这里做空呢相对风险会大一些，或者说偏激进一点。所以阿哲呢一般不想做空的方向，我们看到目前是否能够出现买点，最好就是下周一出现一根阳 K， 阳 K 是绿灯，那么就可以构成一个买点，而后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就突破加仓。我们看到预测值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582.485， 高点压力是 606.0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关于特斯拉 HMS APP 的股票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关于英伟达等一众标的的短线个股分析。那么因为所含的标的较多，所以阿哲呢可能不会讲的那么详细，更多会通过日内撑压和短线波动趋势来去分析。那么希望对您也能够有些许帮助。接下来第一只标的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在一个紫色飘带上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多方的趋势，波段的多头，波段多头出现回调，我们找买点为主，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顺势而为的阶段。而在回调过程当中的买点，一般呢你可以看 K 线，也可以看红绿灯。我们简单一点以回调找绿灯作为买点。而目前这一波回调呢，它还是以红灯为主，没有出现绿灯，蓝色 K 线为短线超跌行为，短线超跌再结合紫色飘带，所以这里呢可以算是短线的一个下跌。如果是回调，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极限的点位，这里跌破之后将会延续扩大级别，而否则如果只是短线回调，那么这里差不多只要突破蓝 K 高点，那么我们认为它构成买点。目前的英伟达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阳线，但是没有绿灯，也没有突破蓝 K， 也没有完全的有效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跌破之后的止跌，
但是还没有启动，最好能够收一根阳线站在蓝 K 和飘带之上，那么会更好。当前还是有点在运线的区间之内，左边这个运线已经被跌破，跌破之后站回来，不是有效跌破，但是比指数来讲还是弱了一些些，因为指数没有破，而它破了，所以当前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可能走出一个该破不破或者说没有效跌破的一个反抽。那么反抽过程当中，你如果是这一天有所买进的，有所加仓的，那么就以阴线的低点母线低点作为防守，重新跌破构成有效跌破的话，就要去离场，就要去减仓，否则我们可以等待站回蓝 K 之上、飘带之上作为加仓或者作为初步的短线看涨点。这一个飘带的上沿呢是 184.755， 而短线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181.485， 高点的压力是 185.835关注这两个数值。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股价走势，它也是一个紫色带，但是最近呢，因为下跌比较强的原因，所以走出了一个紫色带，转为一个横盘。横盘当中，紫色带目前还是有压力，而在横盘当中呢，紫色带它依旧有支撑，黄色带呢压力还不明显，所以目前依旧以多方为主，虽然整体是震荡的。在这个阳线突破了关头阴之后呢，构成一次波段的尝试性买进，而后回调没有跌破关头阴线整个 K 线区间，所以紫色带有支撑，我们在这附近找买点，长下影线，然后等绿灯去加仓买进就行。前面这一个绿灯不能构成买点，因为它是一根什么 K 线它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的实体上沿没破它的低点呢目前也不算有效跌破，因为是长下影线，所以整体来讲还是震荡，未有方向。但如果在这个支撑后出现一根阳线绿灯，那可以认为是一个低买的机会。我们看到预测低点下周一 339.96， 高点压力是 350.15关注这两个数值。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就是 AMD 了。 AMD 呢，它目前走的一个格局是向上的一个收敛的一个震荡整体的价格在前期大涨之后呢，目前在消化这些获利盘，市场呢也有出现上涨一会儿就会有获利兑现的这种情况，所以整体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目前在横盘，那么飘带呢越离越近，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等飘带的乖离完全修复之后再做比较明显的启动。而当下呢，它是绿灯为主，那么股价回调，绿灯 K 线没有出现红灯，那么目前短线还是看多为主。那么如果再出现绿灯，那么它呢还是比较强劲的，可以作为一个起涨短线的买点。但是这标的走到这里，目前的整体多头还是比较强势的，可以做一个类似回马枪的一个动作，毕竟这一天也算是一个高量的支撑。我们看到预测低点的值是 226.76， 高点的值是 234.23关注这两个点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呢，最近的下跌是连阴的下跌，一根阳线都没看到，所以整体呢不算是近期比较扛跌的个股吧。但是这种下跌呢，它也出现了短线超跌的现象，同时也是顺畅的跌到了飘在下方，跌破了两根，我们说两根 K 线，并且是蓝 K， 所以变盘低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它的低点应该有支撑，而它的高点如果被突破，可构成买点，加上是蓝 K。所以目前的 HOD 呢是属于位置空间上甚至是买点上容易出现共振的一个机会。所以 HOD 这里如果有反包阳的产生，其实是可以作为波段砸盘的一种低买的尝试。所以这个地方的 HOD 呢，阿哲开始有所关注。那么我们后续呢也会去跟踪一下，这里能不能产生波段砸盘低点？如果可以，那么至少可以看到前高之上所以这个风暴比短线来看还是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高点是 131.205所以这里呢可以去等这个买点。那么红绿灯对它来讲就不是很关键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预测的低点，周一看到 124.953，高点的压力呢是 130.557关注这两个数值，正常有买点产生基本也会出现绿灯 K 线了。那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的股价走势，它也是蓝 K， 但是这个蓝 K 呢，它有点要走出这种破坏趋势的一个节奏因为它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双 K 是哪里呢？这里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K 线，而后它的低点被跌破了。虽然跌破之后呢，有出现止跌的10日新走势但是它确实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延续下跌的一个可能。目前的趋势，因为它破了2根 K 线的关键低点它不是低点变盘，那么当时这里呢也没有产生突破，
啊，所以也没有构成砸盘后的买点啊，它一个顺畅的下跌。所以目前如果蓝 K 能够被反包突破，可以看一个反弹，但是反弹过程当中呢，飘带大概率会由一个紫色转为一个黄色，所以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惯性啊，它呢就跟 HOD 不太一样了，它直接在股价上涨的趋势初期就经历了一波这么连续啊脱离了砸盘结构的一个下跌，所以目前它有一个上升趋势转为了一个横盘震荡，而如果这蓝 K 低点还继续下破，那么就有可能反弹结束，再次的走出趋势的反转失败。所以目前的一个格局啊，这个蛇口一开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前期蓝 K 突破也给过了一波利润，但是最近这一波经过市场的一个下跌啊，一根大阴线之后，它并没能够吸引资金在此处的抄底行为，所以延续的调整之下就变得弱势了。那么目前呢，就不作为主要关注做多标的，哪怕反包也只是先看反弹，除非反弹过程当中飘带转为黄色，不有压力出现。那个时候再重新看一下是否能有产生再一次的反转的延续。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是一个红灯之后啊延续的过程，看一下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122.456， 而高点的压力是 127.124 啊，关注这两个价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它呢也是在飘带附近震荡。这种震荡之下呢，它时间久了，飘带就会由紫色转为黄色，那样的话呢，多方其实就一直会有走弱的迹象。当下的价格它有跌破2根吗？它这里出现了跌破1根，跌破2根，所以这里是破位的第2根 K 线，低点不能被跌破啊，跌破的话就会继续打开啊这种砸盘之后的空间。这里出现了一个股价下跌后的晕线构成，但是它的晕线呢没有去突破，所以没有突破阴线的高点。越往上走，它不突破，那么上涨空间就会越小。整体来讲，还是在这个晕线当中在运行。那么左边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晕线结构啊？所以目前一直在保持这种晕线的价格方向是不明确、不明显的。那股价往下走的时候，它就容易有一个支撑。那这里如果收阴线破掉这个支撑，那么它就会走出一个新的空间啊，下跌的空间。那在此之前还是震荡，那就没有太多机会。最多就以运线之内做短线的高抛低吸。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76.05， 高点的压力是 183.69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 Coin 的价格走势啊，也慢慢的偏向于市场的下跌，砸盘快脱离砸盘的这种可能性。但它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根低开高走的 K 线，这种低开高走 K 线呢，它让它比蛇口好了一点点，因为它没有破第2根 K 线的低点。第2 K 线的低点在这里啊，低开高走，所以刚好没破2号 K 线。那么后续就等待啊，要么反包这根 K 线的高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稳妥或比较保守的买点，因为以破位2号 K 线的高点作为突破买进。那么相对来讲激进的话，在这根 K 线低开高走，并且刺透了左边的一半的时候，其实作为这种刺透形态，又是蓝 K， 激进者是可以作为日内的买入的一个时机，或者说等待下周周一啊反包这根蓝色 K 线的高点作为买点。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326.895 啊，高点的压力是 345.425， 关注这两个数值。目前依旧是红灯之后的延续无灯啊，所以等待绿灯的产生。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TER 的话，在大阴下跌之后也是走一个内部的震荡，目前方向也不明显。在突破了一个高点是吧，站到了飘带之上之后，第2天又跌回来，这个时候就说明飘带站上不稳，那么这里有可能会有压力。所以目前在飘带之内，在运线之内，方向不明显，所以当下我们以波段持股短线的话呢，就不要乱动了。哪怕这个地方构成了一个可能的买点，第2天跌回来也应该先走啊，因为它突破失败，那么这里如果转为压力，后续再跌破飘带啊，整体就会慢慢偏空，所以波段看涨，但是短线上这里等待更明确的启动信号会好一点。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36.003， 高点压力是 138.938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 在当前走势下啊，依旧呢保持的是一个紫色带的完整，没有去跌破紫色带，所以趋势来讲，比蛇口等一众个股呢还是要强势一点的。目前是一个震荡，之前在这里出现了红灯后的绿灯，但是这里不能构成买点，因为它是一根10日星啊，并且是阴线。而最近出现了连续的影线，前天长上影线，今天它是个下影线，并且缩量，有点像
揉搓线啊，我们说的天地双剑，所以这里等待一根绿灯阳线，而后去做波段的买点，目前还没出现，继续等待低点的支撑128.675，高点的压力呢是137.23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出现了一个蓝 K， 而后止跌反弹，目前它是跌破了2根 K 线，那低点呢是这根阳线的地方。这根阳线的低点目前没有被破，而它的高点被突破，所以这里可以作为绝处逢生的一个买入机会，因为它突破了2号 K 线的高点，而后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是一个买点。它如果能够站稳这个飘在上就好了，但目前还没有站上，所以这个买点呢可以少买一些，等到它收盘收阳站到飘在之上，大概是252.295啊，下根如果站上可以继续的加仓。同样它也是一个蓝 K 的突破啊，所以我们整体就以运线下沿可以做个防守，跌破就止损，否则这里看波段的再次起涨也是 OK 的。而后这里我们要看一下，没有在完全站上飘在之上，我们的仓位就不要再乱加上去了，因为这里还不能排除它是否会形成压力。而下周如果出现收盘价跌破它的飘在下沿251.462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一天是绿灯，下一根如果收阴跌破飘带，那这里可能是一个压力。好，这个地方开始要减仓。如果是红灯那就更要减仓。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49.78，高点压力是255.89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关于苹果的加仓点就是能不能站上飘带，站上之后呢，蓝 K 高点能不能站上？如果分2次站上，你可以逐渐的提高仓位。下周一如果直接能够1根 K 线都站上，那是吧？我们仓位可以放多一点。下只股票再看到 FIG 因为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出现了这个买点。我们上周有讲过它是一个买点，因为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又接近飘带。不过它直接在下一个交易日就跌破了止损位，出现了放量下跌，第二天10日新，然后缩半倍量，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是有机会的。整体趋势没有说跌破飘带，而是在飘带附近产生长线影线10日新，并且还是大幅的缩量。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地量地价的地方，我们依旧等待绿灯产生，依旧在这里去买进。前方的这个买点呢就被破了止损，那么就继续等待这个地方的绿灯会怎么产生。低点支撑下周一是53.526，高点的压力是57.414。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蓝 K 突破之后，目前回调飘带能不能够出现回调买点。如果这里能够止跌回调上涨再创新高，基本上 FIG 这一波下跌走到这里是有很大希望出现反转的结构，比Circle目前走势还是要强一些的。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阿斯麦在回调出现蓝 K 之后反包出现买入，而这个买点还算是近期几只股票当中没有被打止损，并且给到一定获利的。左边的压力位这根防守阴线产生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过它的高点不过的情况下呢，就还只能看个反弹，要小心把防守阴高点不破有压力，反而跌破防守阴低点支撑的这种行情。它的低点呢是1001，这个价位如果收阴再次跌破就要比较小心，它会构成一种看空的形态，所以我们要注意1001最好不要被收阴再次的跌破。而我们目前的买入呢，就构成一个波段行情当中的一个低买的机会，后续波段行情的低买应该是至少要创新高的，所以趋势不改的情况下呢，应该不要在这个阴线。所以趋势如果不改，阿斯麦不应该在这里遇到太明显的压力一定要去过否则这里就小心是一个双高。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022.135，高点的压力是1039.9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还是维持绿灯的看涨。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STR 下跌的力度就有点强了，它的蓝 K 虽然有很多，但是没有出现蓝 K 消失和反包的动作，中途有一根绿灯，但是这个绿灯呢，因为是空方飘带，所以不能够因为绿灯而随便去买进，它跟多头飘带是不一样的。好，那整体下跌时，这个紫色带呢，只能说走了一个反弹，比较强劲，但是整体目前还是一个黄带，所以它是一个空方趋势、空方走势。当下的蓝 K 还是没有被反包，还是没有出现突破所以目前还是不能看超跌反弹，等待蓝 K 突破再看短线超跌反弹，而反弹的目标位就是这个飘带的下沿316.827，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84.435，高点的压力是298.235，关注这两个数值。
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呢重新回归到飘带之上，它的一个黄色带虽然出现了，但波段呢目前依旧不看空，因为它的飘带没有产生压力，而是快速的站上，并且还有一个新高。所以飘带呢作为目前的震荡的支撑，它的价格是246.9附近啊，作为防守位。如果再次收阴跌破，才是要小心的。在此之前，依旧维持波段看涨，而我们的红绿灯保持绿灯，保持看涨。在长上影之后，我们这是一根决策 K 线啊，依旧收盘站上，所以依旧呢看涨。看到预测值，下周周一预测低点支撑251.119，高点压力是257.4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下跌途中已经碰到了107天线，前期碰107天线后出现蓝 K 而后反包，我们说可以产生买点，但是那种是超跌信号啊。最近这一波蓝 K 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反包出现了反弹？但是黄色带有压力啊，所以延续了空头。之前的这个黄色带呢，虽然也有压力，但是调整不强，而后能够出现再次的延续反弹。好，那么这种黄色带出现压力之后，它的反应比较大，所以当下呢转空的一个可能性啊是大家增加的。像这种提前走弱的股票，后续如果指数偏空转空，那么这种股票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去延续看空的一种方向。但因为目前指数方向还没有转空，所以我们就不以此做多。但是你去做空嘛，也还不到时候。这个107天线呢刚刚碰到，还没有产生破位，这里产生反弹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不作为做多的关注点，只能说看一下是否未来会延续走空了。这个飘带线的压力呢是219.176啊，这是反弹的一个空间。如果反弹的话，好，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10.15，高点压力是213.92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MCI 股价上涨回调，在飘带附近产生蓝 K 啊，如果这个地方是有买点的话，就是绝佳的回调买入时机，甚至呢会比 HOD 还要好。所以当下还保持趋势有优势，并且有蓝 K 产生的两只标的，大家要关注一下。一个是 HOD 啊，这个呢还是趋势良好，并且是破位2天变盘低点砸盘的区间之内出现的蓝 K 啊，所以它如果反包可以去看。然后就 SMCI 是吧？你会发现这个图谱是类似的，但 SMCI 呢，它的一个调整会更加的抗跌，而后它这里产生蓝 K， 如果被突破，是不是也都可以作为做多者关注的两只标的？回调反包有买点，那么继续看涨。好，当前这两只标的呢，在指数调整一段时间之后，还保持趋势的优势，所以还是蛮不错的。它的高点是53.63，反包可以作为买点，连续调整就继续等一根蓝 K 消失的反包阳线，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50.89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52.905啊，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10月1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